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自得琴社乐团团长陈曦。我是叶丽佳，在自得琴社担任古琴演奏。大家好，我是昆剧演员钱玉婷。让心中有爱，过诗意七夕。欢迎关注文艺之声特别节目《诗意七夕》，祝福大家节日快乐，幸福美满。自得琴社的视频作品《牡丹亭造罗袍》收获了众多的关注和好评。那么昆曲《牡丹亭》讲述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？请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。《牡丹亭》是个很曲折的爱情故事，说杜丽娘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会，醒来后害了相思病，竟然一病不起，留下一幅自画像就香消玉殒了。柳梦梅无意中拾到了这幅画，就与丽娘的鬼魂约会，后来在鬼魂的指引下帮助丽娘复生，两人又经历了一些磨难，最终喜结连理。造罗袍是其中《游园惊梦》一折里较为经典的唱段，可以说一提到词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人们就能想到昆剧和牡丹亭。这出戏常被用作我们旦角演员的开蒙戏，它融合了相当多的腔格，又体现了我们昆剧载歌载舞的特点。唱好它呢，是每个旦角演员必备的技能。虽然我是当马旦武旦，主攻武戏，但小时候这支曲子我们都学过的。牡丹亭造罗袍在改编时做了哪些改动？你们保留了什么？又做了哪些方面的创新？关于这个作品，我们主要修改了它的伴奏乐器，由原来的笛子改为了古琴，琴声相比笛声而言更低沉，这样能够更好地突出演员的演唱。不过我们基本保留了昆曲的词曲和身段舞蹈，这也是昆曲的精华所在。我们这样改编是希望能将古琴和昆曲这两大非遗的魅力展现出来。这个视频在国外取得了不错的反响，看到中国的文化能被世界所关注，我们很高兴。作为一家以传播古琴文化为主的琴社，我们始终希望年轻人能够从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精妙，在当下快节奏和纷扰的生活中，能够接触和感受到更多的美好事物。通过这首《牡丹亭》，各位创作者希望向观众表达什么样的情感呢？光这一小段传达的情感有限，更多的是想向观众传达我们传统文化古典美的感觉，和现代舞台呈现不同，只用琴声、人声来呈现，又配以一静一动的画面，可以说是极简版的返璞归真吧。所以你们眼中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我眼中的爱情是，当我晚归时，走到家楼下，抬头望去家中亮着的那盏灯，是有他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，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他的家，我们俩共同努力，并肩同行。我觉得理想当中的爱情，首先应该自尊自爱，然后能够彼此理解、尊重和信任，相处可以像朋友一样舒服自在，有共同话题，互相支持，共同成长。总之就是好爱不累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中的爱情，杜丽娘的爱情观相比当下更完美和纯粹。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想的太多，我觉得简单些，爱情会更纯净、更美好。